旧筷子不要再扔了，插到花盆里，解决很多养花人的烦恼大难题，真的太实用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养花过程中会遇到了不少的问题，比如浇水易烂根、盆土易板结、花儿易倒伏等等。但是通过他自己的一番研究，这些问题居然只需用家里的旧筷子就能轻松解决。用旧筷子来养花，效果非常的好，只要使用得当，就可以让花卉植物生长旺盛，花开爆盆。我们跟着视频往下看详细制作方法。筷子妙用1，把筷子插到花盆中，可以判断泥土的湿度。在家里面养花，对于浇水这件事情都是比较头疼的，尤其是水分控制要求比较高的花卉品种，这些花卉如果浇水少了的话，很容易导致植株的生长状态不好，浇水量如果多了的话，又会导致根部积水发生烂根的问题。我们用筷子也可以处理这个难题，筷子可以当作是泥土干湿度判断的小工具。木质的筷子对于水分是有吸收作用的。朋友们在浇水的时候不知道花盆里的土壤是否应该浇水了，看不出来，不知道如何判断浇水时间，那些高大的花盆更不好判断，浇水不当很容易引起烂根的。那就把筷子插到花盆的边缘，将筷子抽出来以后再观察表面，如果筷子上是没有水分的话，证明里面的泥土已经比较干了，这个时候就需要给花卉及时的浇水。但如果抽出来的筷子是湿润的话，证明里面的水分还是比较充足的，那样可以再过一段时间再浇水，这样可以完美的判断花盆内部的水分情况，就可以让土壤得到充足的水分，又不会淤积到花盆里，对养花帮助非常大。特别是那些养花小白或者养花新手，不知道如何判断，插一个筷子，那就简单多了，养花再也不会烂根了。筷子妙用2，制作成网格架。中国人喜欢使用的筷子，一头圆一头方，规规矩矩，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使用绳子将其制作成网格架，然后就可以垫在花盆的下方，让花盆自带的排水孔和地面有一定的距离，方便我们在浇灌土壤的同时，土壤吸收不掉的水分能够及时地从花盆底部的排水孔排泄出去，而不是一直停留在花盆内部的土壤里，影响土壤的结构，进一步损害植物的生命安全。如果大家在制作网格架的时候使用彩带来固定，那么经过美化之后的网格架其实还可以拿来当作餐垫，起到隔热以及保护桌面的作用。筷子妙用3，快速松土不伤根。随着植物的生长，土壤里面的养分就会不断的被消耗，土壤里面养分少了，就会出现板结的症状，尤其是喜欢弱酸性环境的花草，基本上盆栽1-2年就需要更换土壤，不然土壤就会出现明显的板结和盐碱化症状，阻碍植物的生长，甚至危及到其生命安全。即使定期的使用弱酸性的水溶肥来改善土质，一段时间之后，土壤依旧会变得硬邦邦的，阻碍植物根部的生长，要比使用铲子等工具更安全。毕竟铲子都是金属材料制作而成，而且边缘的部分都非常的锋利，稍不留神就会伤害到植物的根须。用筷子的话，因为筷子又细又直，所以不仅可以快速地松动深层的土壤，还能尽量避免伤到植物的根须。平时经常擦擦叶片灰尘，可以更油绿。在养花的时候，有很多人长时间不给植物擦拭叶片，也不会给它去喷雾保湿，导致了植物越养越差。其实，植物的叶片上都是有气孔的，它可以从空气中吸收养分和水分，可以让植物长得更好。
如果它的叶片都被灰尘包裹着，没办法进行呼吸作用以及光合作用，这样对植物的生长是非常不利的。所以无论咱们在室内养的观叶植物还是赏花的植物，尽量的给它把叶片弄得清清爽爽的，可以促进植物的光合作用，还可以多释放氧气，看着更干净卫生。花卉植物大多是喜欢酸性的植物，尤其是北方的朋友，盆栽的花卉如果养不好会出现黄叶、烂根儿，这和土壤碱性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在家庭中养花要适当的调节酸性物质，最简单的方法可以浇点硫酸亚铁或者螯合铁，如果没有也不想去买，那就可以用果皮来泡水，平时吃剩的橘子皮、苹果皮、香蕉之类的都可以，把它们放在一个大的容器中，然后用它们泡水暴晒1-2个月，用它们这些水果皮水来浇花。果皮中含有酸性物质，可以调节土壤的酸碱度，而且还含有很多的植物维生素，对于植物的生长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。对于大部分喜欢酸性的花卉，比如栀子花、茉莉花、杜鹃花、米兰花等等，都是有很好的改善作用。浇一浇不会出现黄叶的情况。在沤制肥料的时候，很多人觉得异味儿比较大，也可以放入很多橘子皮，一来可以增加肥料的酸性物质，二来可以掩盖一些臭气，这样沤制肥料异味儿就不那么大了。这鸡蛋壳家家户户都有，吃完鸡蛋之后，这壳就直接丢弃掉了。我们可以把鸡蛋壳洗净之后给它晒干，晒大概1-2天左右，等到鸡蛋壳完全晾干之后，将其捏碎，之后将其埋进土壤中，记得不要放在花盆上面，否则特别容易引起那种小黑虫，而且如果只放在表面，它会散发出一股非常难闻的臭味。只有把它捏碎之后埋进土壤里面，才能让土壤慢慢的进行吸收。鸡蛋壳里面含有碳酸钙，这样就可以很好的调节土壤的酸碱度。平时我们在浇花的时候，经过水分的滋养，鸡蛋壳上面这些营养物质就会释放出来，从而被花草吸收。这些养花的小窍门，都是花友们养花时精心发现的，而且用起来效果很特别棒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试一试吧。